玩樱花大战就用阿米洛樱花机械键盘，键盘艺术家阿米洛。什么？没 PC 版？放心，迟早会有的。强，这里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完成。该不会是骑游联机吧？打这么硬，是为了我们创意枯竭了吗？走吧。今时今日，你还是网络太差，还在一个人危险的送货吗？快用奇游联机宝连接全世界，寻求帮助吧。加速盒子始于奇游联机宝。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照游戏》，我是聂俊。说到世嘉旗下的经典游戏，不知道大家脑子里蹦出来都是什么哈？索尼克、如龙、VR 战士、梦幻之星、沙漠啊，又或者是别的什么的。反正对我而言，世嘉的游戏呢，尤其早年都是透着一股浓浓的硬汉气息啊，主打的往往都是拟真写实、刺激爽快或者打打杀杀，和他们竞争对手任天堂可谓截然相反啊。也是因此，樱花大战这个系列显得格外特别，满地的萌妹啊，剧情欢快，主打恋爱啊，不暴力不爽快，甚至还很慢热啊。诞生于90年代的樱花大战，看起来似乎很不世嘉呀哈！基于这个系列已经10几年没有出续作了，肯定有很多新玩家没有接触过过去的樱花大战，所以在开始讨论新樱花大战之前呢，我很愿意回顾一下这个系列，尤其是玩法方面啊，大家可能很多疑惑啊，又是恋爱，又是策略回合制，对星座又搞了无双战斗，究竟到底怎么玩呢？樱花大战有一个激战的背景，虽然设定上的确是开机甲打魔王啊，但别被这些五颜六色的大铁桶给骗了啊！樱花大战的核心主体一直都是恋爱 AVG， 机甲战斗的戏份顶多也就1/3啊，甚至更少。作用服务于需要一个 AVG 之外的玩法的初衷，并不会过于深入，技能升级什么的啊也基本没有，难度也是有朋自远方来，非常友好哈，不像某些游戏虽远必诛。所以玩家大部分时候呢，要做的不是对抗敌人，而是在妹子的各种灵魂拷问之下寻求生机，考虑怎么增加好感度，幻想着最终要和谁达成亲密关系，或者站在浴室门口啊，思考着要不要偷看啊，这种上古哲学，这才是樱花大战的主要内容。所以樱花大战的主体是一个追妹子的文字 AVG 游戏，和心跳回忆在类型上没有本质区别。用现在的玩笑来说啊，就是 girl game 嘛。可能现在的玩家会觉得奇怪啊，一个文字 AVG 恋爱游戏怎么就那么大名气呢？新作公布时，很多人也都非常兴奋，特别随着技术进步，现在出名的 AVG 越发少见，这种疑问就很正常啊。所以要明白樱花大战的魅力，就要从多个方面去深入了解它的独特，因为它实在有太多独特点了。首先当然是它是世嘉推出的恋爱题材游戏啊，一个钢铁直男突然就变得温柔感性，有点铁骨柔情的感觉，颇具魅力，就像白狼杰罗特一样啊，不，白狼本来就很多情。另外，这种稀缺性呢也很吸引人呐，就好比索尼第一方给 PS5 做一个恋爱 AVG， 这种梦幻般待遇，各位这能忍吗？正可谓士可杀不可忍。当然，即使排除世嘉第一方的光环，单说 AVG 这一块，樱花大战也是品质一骑绝尘啊。当时 PS1 开始挑战 3D 画质，
世嘉的土星则仍然选择更完善的2D 性能。虽然这个决策让世嘉败下阵来，却也因此成就了很多经典的2D 游戏。樱花大战正是其一。土星强大的2D 表现力将 AVG 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把我的一众老婆们都给做活了呀，成了那个年代的壁纸生成器。而游戏人设则请来了我的女神的作者藤岛康介，她笔下的贝露丹迪可是我的真童年女神啊！我的女神在动漫领域征服了无数读者，她创造的樱花大战人设简直是市场的心头肉啊！也让我在游戏里体验到什么叫做我全都要。这些妹子设定放在了今天也是教科书级别的。音乐方面，主题曲《袭帝国滑稽团》更是传唱至今，就算没有玩过樱花大战，可能也多少听过啊。当时很多人一听到哈西嘞可苏库诺就忍不住一身鸡皮疙瘩呀，绝对能够入选游戏史上100大音乐。这也是因为游戏还融入了歌剧的元素，队友们暂时是特战队员，而平时则乔装成歌剧团的演员，总部也装扮成了歌剧厅，因此不出战时靠歌剧演出来赚钱和训练团队凝聚力，也是剧情的一大卖点。除此之外，樱花大战最有魅力的特点是游戏独特的背景设定啊，它是基于日本大正时代而虚构出来的太正时代。这个太正时代在借鉴了大正时代的人文风貌的基础上，大大拓宽了这个时代文化开放的特点，将蒸汽朋克、机甲、歌剧、灵力、妖魔等等设定有机融合，最后呈现出来的既有日本和风，又有古代奇幻，还有工业蒸汽的背景，不但不让人觉得奇怪，甚至还有莫名的历史的厚重感。日本像是背景设定融合的高手啊，而这种和风蒸汽朋克的设定，还真的是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得有内味啊。这种风格很难驾驭，但是用好了，能给作品带来很吸引眼球的魅力。后来比如大逆转裁判和银他妈银魂也是近似风格，特别有韵味啊。而樱花大战虽然不是首创，但确实是设定到极致的先驱。AVG 方面，不光画面和画风双出色，还有当时很创新的 LIPS 系统。樱花大战中的对话选项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玩家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做出判断，以此增加妹子的好感度啊。即便是什么都不选择的沉默，也算是回答方式之一。这个手法底特律变人中也有出现的，所以有时候无声胜有声才是最好的啊。而且部分问题还需要选择讲话的语气，比如团队出击时候呢，就要大声热血的激励队员，伤心难过了就要语重心长。能否在有限时间内根据人物性格和对话环境做出正确的判断，是樱花大战的剧情部分一大特色啊！这在当时是创新，而在现在仍然属于高级玩法。另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点虽然是个恋爱游戏，但是恋爱并不是游戏的目标，游戏的目标是维系团队凝聚力，协助团队演好歌剧，同时训练战力，守护城市，最后对抗大魔王。恋爱只是这过程自自然然诞生的情感之一，里面还有友情、同事情和战友情，这有比单纯以情情爱爱为目的的 AVG 更升华了一步，也因此让游戏的走出了恋爱 AVG 的圈子，让广大4家硬核玩家也欣然接受。然后是机甲，机甲虽然不是游戏的真主角，但设定也毫不含糊。游戏里的机甲叫做光武，在比例上师承了《魔神英雄传》那种矮墩墩的造型。这种矮胖的2头身机甲第一次见觉得丑爆了，这什么鬼啊？我那牛高达一样的大长腿呢？但是一旦慢慢接受了这个设定，就会觉得这样的机甲简直帅爆了，好不好？《魔神英雄传》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就是证明。最有意思的是，注意刚才的用词不是借鉴，而是师承。没错，创造了樱花大战的企划和制作人，正是一手缔造了《魔神英雄传》的企划人广井王子。他不是王子啦，是名字就叫王子，也是他带起了2头身机甲的风格。他这种奇怪的个人喜好，也在樱花大战中坚持下来，并且融入了工业时代元素。圆滚滚的机身，神似中世纪的铁桶头盔，铁憨憨的同时又有带点帅气，还有点扎古的味道。而背后的气管和喷出的蒸汽，又融合了蒸汽机的原理，加上广井王子的2头身比例，让这种极具魅力的设定，至今都找不到第2家。当时一看就着迷了。特别是这些机甲还颜色分明，里面做的都是美丽的少女，这多种奇妙的组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浪漫气氛。如果说扎古是男人的浪漫，那光武就是少女的浪漫。对于我这种萝卜爱好者来说呢，美少女加激战
加恋爱的组合摆在面前，基本就是千金散去还不来啊！特别是每次队员换装进入光武，秘密地下指挥室开始动员，庞大的列车组装，光武喷射的蒸汽摩擦着火花，激昂出击，这种金属的碰撞真的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啊！而且樱花大战还有特色片的影子，例如主角团颜色分明的几个机甲，一登场就有一种战队系列的既视感啊，恨不得打着就合体了。还有把坏人2个字写在脸上的反派角色，以及真的很菜的杂鱼小兵，这些东西呢可能现在都不流行了，但是在当时都是大家喜爱的元素，也是樱花大战割舍不掉的特质。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每一场战斗结束之后，队员们都非要摆个 pose 拍照留念的莫名设计。喜欢樱花大战每打完一话剧情之后都会出现的赤回预告，仿佛玩的不是游戏，有种跨界的错觉。这个特色后来也被如龙学过去了不过为了不会剧透，把赤回预告改为了前景提要。另一个影响到日后4家自家游戏的设计，反而是樱花大战中相对弱化的战斗系统。樱花大战最早采用的是非常传统的走格子战旗，但3代之后呢，引入了行动条的概念，玩家可以自由的在地图上行动，但所有的行为都要消耗行动值。樱花大战3通过这种形式改进了战旗的玩法，也成为了日后另一个经典系列战场女武神的起点。所以别看樱花大战构成很简单就是 AVG 加回合战旗，但它的走红不是没有道理的。剧情优秀，人设讨喜，题材新颖，音乐好听，大正和风，真迹朋克，机甲战斗，歌剧魅影，军队使命，战友情谊，还有温情的恋爱，这么多风格迥异的要素，却完美的交融在一起，形成了至今独一无二的樱花浪漫。还有一套集动漫、音乐、舞台剧、小说等周边产品于一身的线下内容，所以这个系列在当时能够如此火爆，也因此沉寂了10几年之后，还能在2016年的4家盛典上同时获得最期待复活 IP 和心目中第一的4家游戏2个第一的原因所在。当然，过去的辉煌终究还是属于过去毕竟这个系列离开了14年之久比我走过的大弯路还多1年。从头来过可不是靠嘴巴说说就行，想在这个时代把主打恋爱的 AVG 游戏推向市场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看看新樱花大战吧。新樱花大战想要改变的决心，从这个简单粗暴的名字就不难看出据说4家为了设计这个名字做了300多个 logo我10分钟就把 Gamecore logo 确定下来，真是自愧不如这也说明了4家的决心。就拿新樱花大战的人设来说这支4家启用了死神作者久保带人的新人设，而放弃了藤岛康介的画风。这个决定从公布一开始就饱受争议，毕竟换了形象吧，可以理解，但游戏里却也略带微妙女主角平时还好，一旦紧张起来，这不就是办爱奖嘛特别是那充满智慧的眼神又导致了一波对人设的讨论。换人设画师就是想借助死神如今的名气来提高现在市场的接受度，和那个时候借助我的女神的名气的手法是一样的所以换人设画师是符合系列初衷的没问题。另一方面也有藤岛康介自己作死的原因这个我就不细说了不然就得开特快列车了。而4家真正要面临挑战的是游戏的 3D 化。藤岛康介的画风虽然好看，但以前的几代 AVG 部分都是2D 立绘，2D 立绘可以更好的还原人设原本的魅力，但这次的新樱花大战全面 3D 化，这就对 3D 建模有极高的要求。我想藤岛康介的人设要是 3D 化之后呢估计也不见得能够很好的还原。比如说另一个游戏无尽传说的人设也是藤岛康介，但游戏里的 3D 角色的神韵明显少了不少。实际上这也是很多日式游戏会遇到的问题日本漫画的风格本身就很不适合做成 3D。天下第一的 P5 靠的其实也是精美的2D 立绘，如果 P5 的对话没有人物立绘，纯靠 3D 演出，那美感的下降也不是一星半点事实上，新樱花大战里的春雨白秋就是 P5 的画师福岛诚纪设计的，这个角色原画和 3D 建模的气质差距就很明显了包括久保带人自己的原画也和游戏的实际建模有一定的差距，但胜在辨识度很高。游戏抓住了久保带人笔下人物的神韵，比如偏长的脸蛋、
眼角下垂的眼睛，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是九保的画风，也能看到死神的影子。审美是很个人的，而且有时代的影响，所以新人设到底好不好啊，见仁见智。我个人确实更喜欢藤岛康介的画风，但那是因为有情怀了，毕竟看了那么多年。但最近有人在争论啊，人设引争议的锅到底是该九保带人来背，还是该建模师来背？这个就很不成熟了。这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非黑即白的想法，是把复杂的世界懒惰的简单化。这类似于上海堡垒不好看，就一定是鹿晗的错啊！这也是思维上的懒惰。我们可以有观点，但是不能用简单的想法去评判对错。刚好我是美术出身，同时一开始又主修角色 3D 建模，我很想就这件事情来说说这里面的门道啊，顺便分享一下游戏角色美术的工作情况。但这个一说就太长了，不适合放在视频里。专门做一期呢又太水了所以过几天我会写成一篇长文放在各个平台，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想早点看到了打66啊。不过最后我还是很喜欢星座的人设没办法，新樱花大战给的实在太大了说过游戏就画面表现力而言，新樱花大战大大超过我的预期，至少对新的老玩家来说新玩家就不要和什么战神之类的比啦。特别是场景限制行动范围的同时，也改善了细节的表现，有种迷你剧场的精致感。整体用色和光影表现出了干净的舒爽。过去只能自己脑补的帝国大剧院，这次可以真正自由探索了，代入感强了很多。机甲的建模也令人满意，看到大屏幕上高清化的铁桶机，还真的有点小感动除了这个地板好像有点亮过头之外，其他没有可以挑剔的。游戏场景的导航做得很友好，恋爱 AVG 嘛，最怕的就是错过调戏妹子的机会。原本我担心地图 3D 化之后要很麻烦的到处寻找剧情触发点毕竟这不是 RPG 游戏的探索呀。结果游戏很省心的全部标注在了地图上这样就可以随时知道澡堂里面有没有妹子了，很实用。相比于人设的大刀阔斧，新樱花大战的剧情更加注重传承。房间里各种过去的海报，收集奖励，有经典的照片。女主天宫樱就是真宫适音的铁杆迷妹张口闭口就是要追逐偶像的身影，就差买一个阿米洛樱花键盘了。老角色方面专门请来了神崎景，作为帝国大剧院现任的管理员，这个设计其实很情怀这个角色在老樱花里，因为声优负责美智慧当年结婚了而要隐退了，所以游戏内游戏外都有淡出樱花大战系列这么一个形象。还有一部专门讲述神崎景隐退的 OVA 动画。这次新樱花大战就利用了这个情节，结合了当年神崎景因为灵力消退而隐退的故事，由此编写出了这次新作的剧情这也很巧妙神崎景作为隐退的角色和樱花大战这个 IP 一起重新回归，又结合了现实，给隐退的声优一次致敬就有一种道不明的感动这一代的 LIPS 系统呢玩得相当开心感觉这次对沙雕选项的设计格外上心明明知道是错误的选择，却又总是忍不住想要看妹子会作何反应渐渐的贼有趣更加导致了有人工智障颁爱奖的感觉。而得益于全面 3D 化的建模，福利内容格外的奥利给我在公司玩的时候呢外放声音都不敢太大，一会儿偷窥小樱换衣服，一会儿捡到女性内衣，一会儿壁咚妹子，一会儿又是考验定力的致命选择。不愧是铁打的人渣，流水的正宫世嘉果然你还是懂我的。要说遗憾的话呢有2个，一是没能实现全程语音，虽然以前也不是全语音，但是那是2D 时代，问题不大。但新樱花大战的 3D 人物从口型到运镜都做好了，唯独语音时有时无，玩着玩着突然变成哑剧瞬间出戏，加上那个眼神不好意思，我又想到办爱了。另一个遗憾的呢就比较偏向我个人感受了这次制作人不是广井王子，广井王子有多年电视动画的经验，对剧情和节奏的把控登峰造极。所以1代的樱花虽然剧情传统，过程中二，但却能利用节奏和气氛把情感渲染到很到位。之后几代虽然不是广井王子做制作人但是团队、编剧等等都是一脉相承。而这一作隔得太久了，团队也大换血，在这方面呢就没有广井王子团队那么熟练了。很多时候情感渲染还没到位就进入到剧情，前期甚至还会有很尴尬的中二感或许是自己长大了。还好这种感觉随着后期剧情的深入慢慢消失了，我又很兴奋的很自然的中二进去了。
然后就是最大的改动，就是开头就吐槽的战斗系统。这个酷似无双的战斗模式，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食之无味，还必须吃鸡胸肉啊，鸡胸肉。我最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新樱花大战的战斗体验真的很一般。确实，无双的打法比过去的回合战棋更直观、更华丽、更唬人，但细节问题也就更多。比如游戏没有锁定功能，但动作位移又普遍很大，而且攻击的时候呢，方向很难调整，导致战斗手感非常滑啊！敌人打着打着就滑到一边去了。更要命的是空中单位啊，没有锁定加大位移，导致打起来一肚子憋屈，也使得这一座的远程机明显比近战机好用啊！远程自带系统瞄准，很容易就能打出无伤。近战啊，简直就是种族歧视啊！不光难用，特效一多了，还很难看清自己在干嘛。很多时候不是来不及回避，是根本看不到谁在打我啊，这就很气了。这是平衡性的严重失误。操作上还非得把圆圈键设置为轻攻击，方块键设置为释放必杀技，正好和一般无双游戏反过来，增加了适应成本。而且释放必杀的时候呢，每次都要播放动画，这已经不是战棋游戏了啊！动作游戏讲究的就是一个爽快，播片太影响节奏感了，后期每次都要手动跳过啊！小岛秀夫的毛病倒是学过来了。而且就像前面说的，樱花大战的战斗系统通常都没有什么养成要素，所以新樱花大战的无双模式还就真的只是无双，没有成长，第一关就能体验到90%的内容，后期要不是看着妹子陪我，真的是无聊死了。有点讽刺的是，如果世嘉不思进取一点，继续沿用过去回合制的战斗，可能会更好玩一点。他们最后选择挑战动作模式，可能是要为新樱花大战找到一个卖点啊！这个策略我是完全赞同的。我身边就有好几个以前没有玩过的朋友，因为预告片而对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他们表示，如果还是回合制，就肯定不买了。这和游戏背后有多少历史没有关系，这就是现在的现实。为了能够跳进大众玩家的视野，新樱花大战选择了挑战一次。至于这场挑战是亏是赚啊，我不知道。只是既然挑战了，能不能就稍微做得更细致点呢？相比 AVG 部分精致的内容，这战斗系统就显得太随便了。有趣的是，为了给老 IP 变革啊，世嘉的态度非常坚定。樱花大战从回合制变成了动作游戏，而如龙却从动作游戏变成了回合制。哈哈。以上就是新樱花大战相比过去的改变，但它整体的玩法并没有变化，依旧那么独特，那么浪漫。游戏把剧情分为几个章节，每个章节前半段是 AVG 式的恋爱游戏，要和众多妹子一同经营整个歌剧团，而后半段则会触发战斗，把这一章之前的情感释放出来。而玩家的使命是把一开始一盘散沙的团队慢慢凝聚起来，形成真正的战队。能够在2019年的末尾再次玩上樱花大战的续作，这本身就算得上是奇迹啊！而这种奇迹近年来不断的增加。上个视频我提到的博德之门有条传承线啊，樱花大战也有啊。当年创立樱花大战的那群人，在系列衰败之后，帮助世嘉打造了战场女武神这个经典，并训练出了另一个新团队。而这新团队现在又开发了新樱花大战。虽然它放到现在算不上是热门大作，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销量似乎也不高，但是我很高兴它又向下传承了一代。这不只是一款游戏啊，这是游戏背后的故事。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女神，我们的樱花，我们的虚构却又真实的浪漫。好，游戏的核心购买驱动力是什么呢？同样分为新玩家和老玩家，但这就很奇怪啊，反过来了。对老玩家来说呢，这个系列的核心玩法都很熟悉了，但是游戏能不能重现过去的光芒，这就不一定了。首先得先接受新的人设，然后就是不一样的游戏节奏，最后是糟糕的战斗系统，这些可能都让老玩家觉得没以前几代好玩了。所以挑剔的老玩家呢，反而要认真考虑这3个方面啊。但是要我来说，这3个方面呢，还都不是樱花大战的核心啊。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抱着对标前几代的想法，老玩家还是值得尝试的啊。那樱花大战的核心是什么呢？这就是对新玩家说的啦。它有一个非常独特而且浪漫、有魅力的背景，它融合了音乐剧、动画、特色片、机甲、热血少女等等啊，而且融合得很好。想要同时体验这么多东西，只有樱花大战才能满足。同时，它又很像是在看一部热血动画番啊，
从一开始团队的矛盾到紧密结合，从泛泛之交到亲密战友，然后还有爱情，这是王道的日本动画剧情啊！这些才是樱花大战最具魅力的体验。如果喜欢日式动画，那樱花大战就像那个什么那个健达出奇蛋的口号一样啊，一次过满足你所有愿望，哈哈。好，下一期我们在过年前还会完成一个你们的大愿望啊！你们猜猜是什么呢？我们下期见 ，Game 哥运动站，我是聂俊。